Hello，大家好，我是拜伦。我常常会想要把事情给做到最好，但是总是做不到。我也常常想要把决策给做好，但总是一个头两个大。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不用这么累。今天来分享一个逻辑：追求满意解。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要把任务做到最好，把决策做成最有效益的决策，这个是很合理的。既然叫做决策跟任务，就表示我们的态度是很认真的。不过，容易认真的我们其实是有点贪心，想要把所有能拿到的全部都拿到。这个心态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资源的过度集中，这样反而会让我们损失更多。因为资源用在一个地方，其他地方就得不到我们的资源去灌溉了嘛。我们先厘清需要跟想要两个概念。需要是需求，想要是欲望。需求需要被满足，而欲望可以去减少它。如果我们把注意放在追求需要，会发现大多数的想要其实都可以不要哦。欲望特别多的人，他会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会去追求利益最大化，执着于可以拿到的最好结果。有些做决定要做很久，做完决定又后悔，搞到自己跟大家都很累的，也属于这种类型。他们想要以最佳解来解决问题，而追求满足的人则是另外一种类型。他们可以迅速的定位关键，然后征服关键。决策前后，他们消耗的心力资源、时间资源还有实际成本都比较少。或许他们的结果通常都不完美，但是足够好了，效益已经够高了。这就是用满意解而不是最佳解来解决问题的路径。跟追求最佳解比起来，追求满意解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因为它在使用自己的资源上面更有效率，它可以做更多的事，留下更多的成果。还记得我们讲过柏拉图法则吗？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为什么追求满足的人能够快速决策、处理问题，在资源的使用上更有效率呢？首先，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范围和需求足够了解。以购物为例，什么是自己的范围跟需求呢？比方说，你能够接受的价格范围到哪里？你需求什么功能？有效的时间、有效期限在哪里？尺寸、大小、地点、类型、样式，这些东西你足够清楚，你就可以删去很多你不会考虑的选项。你只要从落入你的区间、你的守备范围里面的选择去决策就好。再来，他们不追求完美的成果，而是追求足够好的结果。曾经听过这样一段话，他说，针对问题没有最好最针对性的解方，只要能够解决问题，任何方向的解法都会是好的方法。就像我们做事情，最后它的成果好坏、优不优良，其实不是看我们用了什么方法，而是最后这件事情被解决的程度怎么样。换句话说，影响一件事情最终综合评价的是我们做完了那些事情之后得到的成果。不管我们在中间做得多辛苦，花了多少心思，只要成果不好，评价就会差。所以不要去想你要得到最好的成果，用最好的方法，而是用足够好的方式去做足够好的成果。那用什么方式在所不论，做好关键的 20%， 你就可以得到 80% 的分数。第三，有些人有不可妥协的条件，听起来是有点麻烦，但是这个让他们的决策过程更快，毕竟他们的范围缩减了嘛。比方说找房子的时候，如果家庭成员有人腿脚不方便，那么只能够爬楼梯才能够生活的物件，通通都可以排除了嘛，你就不用去考虑没有电梯或者是很高楼需要爬楼梯的这些房子了。那么来到最后一点，优先考虑重要因素的比重。追求满意解的人会定位什么因素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或是对整件事情很重要，找到关键。有些甚至只看关键因素，对他们来说除此之外都是多余的，舍弃也没有关系。比方说信用卡优惠，很多人花好多的时间查资料做比较，还要申办新卡处理旧卡，但一般人使用信用卡的全年回馈算下来，并不会比处理那些琐碎的小事用掉的时间有价值。你在做功课的时候做完的那些时间换成时薪，都比你的回馈来得高了。以我自己当作例子，我从来不比较信用卡的优惠，或者是我花的时间很少，我只用无脑卡，我就看谁的回馈比较多，谁的用的通路比较广大概稍微比较一下，就用那一张。那一张可能一用就是1年2年连续用，总花费时间只有确认回馈时效跟换卡的时候看懒人包而已。我一样可以享受回馈跟信用卡的便利，但从来不花时间在记忆多余琐碎的规则，更不花时间在找最划算的用法。其
其他事情同样想要最佳结果那是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量力而为，毕竟资源是有限的，不要掉进执着完美的陷阱，想要找到最佳解。满意解的成果并不会比最佳解差，付出的代价却低得多。从效率的角度来看，追求满意解就是高效率的逻辑，既满足了需求，也解决了问题。不管在购物、工作还是生活，大多的想要我们都不需要，都可以去掉。我们只要做好关键，做好定位，然后好好的照顾这些东西，就可以做得很好，不用管那些旁枝末节，想要把它雕琢到完美，让别人无可挑剔，这是不必要的啊。那我是 Byron， 希望这期有一点点的帮助，记得3点订阅留言，我们下次见喽。